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Mita 世界。今天我们来到神奈川县川崎市多摩区的川崎市立日本名家园。这里是一座占地约180万平方公尺的超大型户外博物馆，里面保存并展示了许多江户时代的传统古名家。上次我们分享了素场和新叶村的古名家，如果还没去看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。这次要带大家走进关东村，来看看江户时期关东地区的生活样貌。关东村这边一共有4栋建物，分别是作田家住宅、广濑家住宅、太田家住宅以及冲永良部的高仓。进入关东村后，先入眼的建筑物就是作田家住宅。作田家住宅原本建于千叶县99里町，是一栋具有代表性的渔家住宅。作田家不仅是当地的民主，同时也是当地区的渔业经营者，家世相当显赫。建筑形式是机动造的茅草屋顶，主屋推测建于17世纪末，土间则约建于18世纪末，是分栋型的构造。2栋建物以坡般的立木制成的排水槽相连，属于99里地区特有的分栋型结构。作田家的渔业以沙丁鱼捕捞为主，也因此需要雇用数百人，而捕得的沙丁鱼除食用以外，多被加工为肥料，远销至关西。据说作田家住宅里本身并不存放渔具，那是因为他们在海边设有仓库与湾场，所以有地方存放大量的渔具。住宅内部生活也有许多特色，例如女性在外出时会乘坐架笼，因此大门宽度是依照架笼尺寸设计，同时也反映了家族的身份地位。在家中对主人的称呼十分讲究，主人会称呼为旦那様，妻子则称呼为神様。作田家住宅于1986年移住到日本名家园，并在1970年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，是99里地区唯一留存的分栋型渔家住宅，是对于理解当地的渔业经营与名家建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。从作田家出来往直走，我们来到了一栋叫做冲永良部高仓古民宅。在要进入之前，会先看到一个叫做石冈丹的石碑，这个石碑的旧所在地是在冲绳县宫古岛市，据说是用来辟邪保护村落的石碑，通常立在道路尽头或十字路口。在冲绳县和鹿儿岛县一带可以看到很多这类的石碑。冲永良部高仓原本位于九州的鹿儿岛县和波町，是用来储存农作物的传统仓库。建物形式是机动造的茅草屋顶，建物是由4根柱子为支柱，柱子使用了名为伊久的木材，对小动物具有毒性。柱子还包覆铁板，以防止动物爬上仓库。抬高的地板既能防潮，防止动物取食，也可以作为作业、休息和小孩的游戏空间。入口处使用1根带锯齿刻纹的木梯，是在搬运食物时攀爬的。建筑整体工作工法展现了新南诸侯高仓的成熟技术，而周围的石墙能抵挡台风。于1969年移住到日本名家园并复原保存，并在1995年被指定为川崎市重要历史纪念物。其实这栋建物不是存在于关东，而是在冲绳地区，但由于是一栋非常有历史的建物，而存放在关东村这里，
也因此在这区内相较凸显的存在。从葱牛梁部高仓古民宅往上走，我们来到了广濑家住宅。它原本位于山梨县甲川市，是江户时代中期建造的农家住宅，也是甲川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古民宅。建筑形式是切砌造的茅草屋顶，洞顶铺有支洞并种植植物，既能装饰也能保护屋顶。屋檐做得特别低，是为了抵挡强风。茅草屋顶本身具有隔热与保温效果，夏季可遮阳，冬季能引入阳光。屋子以4根粗柱为核心建造，据说最初建造时是没有2楼，但随着长实业发展，后来才利用屋顶下的空间建设2楼养仓。屋内的土间与生活空间相连，地板铺设席子，与土间同高。这种做法称为土作工法，能保暖又有弹性，是寒冷地区常见的做法。广濑家住宅于1887年移筑至此，并在1971年被指定为神奈川县重要文化财。它不仅保存了加州市型民家的早期样貌，也展现了当地居民因应环境与产业发展所做的改造，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。从广濑家住宅往上走，我们来到了太田家住宅。太田家住宅原本位于茨城县立间市，是一户典型的农家，也是当地的民族。建筑形式是机动造的茅草屋顶，2个屋顶以大型木质鱼通相连，是具有代表性的分筒型古民家。建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，最大特色是由2个屋顶相连组成，一边作为居住空间，一边作为炊事与劳作的土间。屋顶中间用巨大的木质排水槽相连，虽然容易堆积杂物，但展现了当时的建筑智慧。屋内整体格局属于将管间设置在房屋中央的管间型三间区，营造出一种开放感的空间。管间的屋顶上架有数根2端弯曲的蝙蝠梁，而且省去了土间与管间之间的立柱，因而实现了宽敞的大空间。土间设有马厩，马厩的地面呈倾斜状，是为了让马的尿液集中流向一处，并将其制作为肥料再利用。太田家住宅很早就移驻至日本名家园，并在1968年被指定为国家指定重要文化财。如今，太田家住宅被视为研究地方民家发展的重要遗构，并完整的保存至今。在今天的影片里，比较多是注重在建筑上，在关东村里的这4栋建物都有其特别之处，像是作田家以及太田家是分筒型的古民家，都由2个屋顶相连组成。而广濑家外观构造有点像合掌屋，只不过屋檐做得特别低，洞顶还铺有支洞并种植植物来保护屋顶。葱有2部高仓古民宅，则是用来储存农作物的传统仓库。屋子架得很高，是为了防潮与避免动物取食。柱子使用了对小动物有毒性的木材，柱头还包覆铁板，展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智慧。这些古家虽然来自不同地区，但每一栋都反映了当地居民因应自然环境与生活需求所做的功夫，也让我们得以窥见江户时期人们的生活样貌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